海豆芽每个人都爱吃，但你真的了解海豆芽吗？它可不是贝类，而是万足动物，距今已有5亿多年，可以说是个活化石。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看完本期视频，解答你们的疑惑。本期视频呢，主要是给大家了解一下海豆芽，了解一下海豆芽的一些器官功能。很多人都吃过这个东西，但你给吃个明白呀，对吧？毕竟是个活化石啊。至于哪些部位能不能吃，你看就这么个小个玩意儿，你想摘也摘不起呀。这些呀，都是我和我的哥们儿大千去海边干海采集所得。咱呢先去海边，看看它是怎么长出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大家好，我是大千。一会儿呢，我和我的哥们儿哈，咱们去采集一个神秘的生物——海豆芽。我们现在的方位是大连的下家河子啊，就这个地方有啊。完了，咱们挖出来以后呢，一会儿咱就给它刨了。我们去寻找一下，出发。你说吧，海豆芽啊。这是海豆芽，来，看像不像豆芽？因为形似豆芽，所以叫海豆芽。这个是万足动物们的活化石。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玩意儿还是很有神秘色彩的，存在了5亿多年了，寒武纪之际。海豆芽大概生长在泥沙下10公分到20公分的位置，看还往里钻呢。运动器官靠的就是这根长长的柄，柄的末端会分泌一种胶性的粘液，这样就会牢牢地附着在泥沙之中。实际上这个柄是很长的，这只应该是断了。你看看这只完整的柄应该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细，很容易就会被扯断。好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特征。海豆芽中文正式名蛇形贝，属万足动物门五角纲。它的贝壳像一个大毛壳，翡翠色。还有一种比较黄的海豆芽，比较少见，叫亚氏海豆芽，个体会更大一些，壳身短而且宽。它的壳并不像贝类对称两侧生长，而是分贝壳和腹壳。腹壳会比贝壳长那么一奶奶，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腹壳的壳顶会向外略探出来一些，而且发尖，形似曲的嘴，中间区域会有很小的细孔。这根幽茎状的柄就是从这个部位长出来的，与腹壳相连。所以柄是壳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体内的器官。柄是一个管状结构，中间有柄腔，分别由角质的外皮和肌肉组成。它在运动的时候就靠这个柄收缩，拖动身体进入泥沙中。这根柄很有韧性，是可以吃的，口感相比根揪，但是一定要把尾部这个根去掉，这个位置会分泌粘液，占有很多的泥沙，不能吃。它的贝壳要稍短一些，两颗之间可以360度平行错位，这是因为它的壳不具备像贝类一样的咬合齿，壳的运动完全靠肌肉来完成。它的肌肉不仅有前闭壳肌、后闭壳肌，还有一些侧肌、斜肌构成。无咬合齿的这个特征也是五角纲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把壳打开，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紧贴壳的这部分是外套叶，外套叶的边缘长有刚毛，有感觉功能。它还有一处感觉器官，在前闭壳肌的两侧有一对平衡囊。外套叶的外层是外套膜，海豆芽的壳就是外套膜所分泌出来的。壳分为护膜、几丁质层和几丁质磷酸钙层，这种结构成分在学术进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寒武纪时期都是这种结构。我们都知道贝类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钙结构的壳只出现在凹头肌之后，说明海豆芽的原始地位是相当的高。这个壳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因为几丁质也是多糖物质嘛。重点来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出手冠，这两个曲成环状的部位就是出手冠。不同于有角纲的酸浆贝，它的出手冠是没有骨骼支撑的。这个白色的部位是腕肌，上面长有很多线毛状的触手，触手会将微小的食物颗粒送入嘴中，嘴就在两腕之间，这个小黑点就是它的嘴。出手冠不仅是它的捕食器官，也是它的呼吸器官，它没有独立的鳃，呼吸是靠触手和外套叶的共同作用下来完成气体交换，同时也是它的排泄器官，与外套叶一起将体内所产生的氨氮物质排出体外。来，往这儿看，这个棕色的部位是它的消化腺，消化腺的里面是胃囊，胃囊连接着肠腺，肠线从下方绕几圈，沿后挑头，终点在身体的右侧中部。肛门的所在地就在这呢，有肛门也是五角纲的重要标志。在胃的背细膜上有一颗小心脏，这个发黄的部位就是它的生殖腺，颜色深的为母，浅的为公，是雌雄一体。成熟的精卵细胞会通过肾脏排出体外，肾脏是一个囊状，在海豆芽中，肾脏更多起到的是一个输卵管的作用。以上就是海豆芽的基本特征。等以后你们吃海豆芽的时候就知道了，哪些器官都是干啥用的。这玩意儿还有个特点，非常的耐活啊！我放冰箱里面冷藏，半个月了，半个月都没死。
尝一下吧，咱们看看5亿多年前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儿。我就简单的水煮了一下，煮完以后这壳自动就脱离了。5亿年前的美食啊，太奢侈了。味道呢跟那个贝类啊没差多少啊，鲜莲味也有，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是不如贝类。它那个鸡肉的部分啊，熟了以后啊，咬起来还是很梗的，但鲜味可以啊，我感觉更适合做汤。完了，咱们尝一下这个饼啊，看这个饼什么味道。第一口感觉很硬，膻味没有啊，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树根子，有点那个宫保咸菜的那个感觉，但可以吃啊。总体来说还是挺有意思啊，很特别的一道海鲜。好了，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啊。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关注老郭，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花螺每个人都爱吃，但你知道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吗？你知道花螺究竟有多少颗牙齿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郭频道啊！答应你们的花螺来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也不小了啊！完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认为花螺最大能够长多大？我呢查阅了一下资料啊，6厘米的、6厘米长的就被誉为是螺王啊。如果大于6厘米的，那实属罕见，那肯定是螺中的王中王了。经过我1个月的寻找，我终于发现王中王了。来，大家注意看，哎呀妈，看到没？看看这个大小啊！拿鸭蛋比一下来，比这个鸭蛋还要大一圈，看到没有？这个花螺我量过啊，长达8.5厘米啊，重100克啊，这一个就是2两啊。我一共是10个啊，一只80啊，这10只800啊。这期视频我是放血了，小伙伴们能否3连鼓励向下？这么好的东西必须跟小伙伴们分享啊！咱们马上开始拿捏。首先，咱们看一下花螺的尾部。很多人认为这个尾部是花螺的粑粑，这纯属胡诌八扯。尾部由2个部分组成，上面黄色的部分是它的生殖腺，下面棕色的部分是它的肝脏。这个尾部都是可以吃的，很像猪肝的味道。要说明一点，花螺的肝脏质地松散，是抠不出来的。要想吃的话，就必须砸壳取肝。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小球球，这是它的心脏，大寒之物，不能吃。这个像花一样的部位就是它的大腰子，也就是它的肾脏，是过滤毒素用的，非常的脏，不能吃。挨着心脏的部位有一个胃囊，胃囊里面有未消化完的食物，不能吃。这个大肚囊里面究竟有啥？咱们打开看一下，发现没？有很多的粘液，这个粘液就是由腮下腺分泌出来的。和海螺的区别就是它不苦不辣，但是这个粘液非常的腥，不能吃。这个白色的部位就是它的精巢，如果是母的就是卵巢，精华所在，嘎嘎响。来看这里，这一丝一丝的部位就是花螺的鳃，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还有很多的泥沙，不能吃。这个像嘎鸡窝一样的部位叫嗅检器，是探测海水盐度和海水温度用的，吃的时候和鳃一并扔掉。重点来了，很多人认为这个长长的管子是它的加油枪，其实不是的啊，这叫它的齿舌。齿舌里面长有一个小舌头连接的食管，在它的舌头上长有40多颗沟齿和20多颗三叉齿。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它的牙齿到底长啥样？来，有想看的来打卡，我看看有多少人。这是我费了3个大花螺取出的一个完整的牙齿样本，首发给你们，供爱好生物学的学子们参考。此处能否有3连鼓励呀？感谢您了。看，这就是花螺真正的嘴，中间有20多枚三叉齿，两侧共有40多枚沟齿，在末端就是它的牙花子。这个齿舌可以帮助食物出加工。说到花螺的嘴，就不得不说它的进食方式，那叫一个凶残呐！花螺属食腐性螺类，平时在沙子里猫着一动不动，当遇到一条死鱼时，那小精神头嘚儿一下子就全上来了。这时候花螺就会滋溜滋溜滋溜，一个个的以横扫千军之势占领高地，如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蚕食这条鱼，一会儿的功夫便会吃光，只给你留下这副完美的骨架。等酒囊饭饱之后，便会嗖
嗖的一个个的钻回沙子里面，继续猫着。转回正题，重点又来了，注意看，花螺也有唾液腺，很多人俗称的海螺脑，吃多了同样也会上头、迷糊、恶心。在齿舌的底下还有一个消化腺，连接着胃囊。这个消化腺和海螺的可不一样，它是囊状的，里面含有大量刚进食的食物。很多人吃花螺会吃到一股口臭味，就是这个部位没有摘掉。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脸部，这是它的呼吸口，在脑瓜门上长有2根触角，触角上长有一对像眼睛一样的感觉器，齿舌就是从这个口里面出来。那么花螺如何区分公母？看这里，如果这块有一块小幼揪，这就是它的加油腔，有加油腔的是公花螺，如果没有就是母花螺。重点又来了，花螺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是大花螺，先扎壳取幼，要想取出螺王的幼，就得用托尔的雷神之锤。80，取好的幼，用盐醋抓咕，去除粘液。先将头部位置切1/3深，扒开，用刀刮去废弃之物。手掌压平、压实，如视频手法，两指压住，30度斜刀片就行。片好了能片出8片。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底下片，如果没有我90年的功力，你就不要采取此法了，我怕伤到你的手。拍一根黄瓜，码在底盘，将1个坎焯烫好的螺片铺上，放入蒸鱼3丝，热油呲啦，淋入蒸鱼骨油。葱油花螺片献给大家，小花螺白灼即可，放入葱姜1勺盐，水开3分钟，捞出即可。开始试吃，了啊！葱油螺片，这一个看到没？80啊，片出来8片，这一片正好10块钱啊！看我这个刀工是不是还可以呀？粉丝先吃，吃。口感是脆中带着根揪啊，回口是甜的，但是吃不出来鲜味儿。再尝尝这个小的啊，小花螺啊，就是你们要是不爱去那个胃囊啊，这些什么大含植物啊，你就不去啊，因为毕竟小嘛，没有多少的那个摄取量啊。你要是想去的话，也很简单啊，就这么一抠一挤，就全下来了啊。这个在于你们自己奢侈。还是小的嫩的，味道都差不多啊。做个总结，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的呀不值啊，80块钱不如买2斤大海螺，我感觉味道一样，没差多少。这个小的行啊，小的没啥事儿，打个牙祭呀，整点小酒啊，还是不错的。好了，完了这期呢咱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啊，3连鼓励。这期视频呢拍摄属实不易啊，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塔螺每个人都吃过，可是这个绿色的内脏到底能不能吃？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了。1个、2个、3个。Hello， 大家好，今天你们算是来着了啊，3个大马蹄子啊。这就是众多贝壳收藏爱好者必须收藏的大马蹄子螺，也叫塔螺。怎么样？我像不像托塔天王？不瞒您说啊，这也是从海南打飞机来的啊。马上解剖，看看它和海螺到底有啥区别。启动。本期视频我先深度给你剖析一下这么大的螺壳子是怎么神秘长出来的。有不少人问我就讲一下吧。无论是贝类或是螺类，外壳分别由角质层、冷柱层、珍珠层组成。角质层就是最外带图案这层，是由贝壳素构成，能够防止酸碱溶解，相当于牙齿的牙釉质，是由外套膜的边缘分泌出来的。中间白色这层叫冷柱层，较厚，由方结石构成，它是由外套膜缘的背面表皮细胞分泌出来的。里面这层叫珍珠层，由线石构成，很光滑，由外套膜整体表面细胞分泌出来的。想不到吧？是不是功能很强大？这回学会了吧？可以讲给你们的父母听，他们肯定不知道。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螺肉的部分，先看螺的尾部。
尾部有3个部分构成，绿色的部位是它的生殖腺，也是它的精巢和卵巢。我要重点说明一下，马蹄螺属于比较原始的种类，没有加油腔和受精囊之类的生殖系统，只靠一根发达的生殖管将生殖细胞排出体外，所以区分公母从外表是很难区分的。紧贴生殖腺黄色的这个部位是它的肝脏，在肝脏的里面有一个胃囊，胃囊里有未消化完的食物。整个尾部个人建议不吃，因为马蹄螺主要吃一些岩石、珊瑚或沉积物中的藻类，藻类中是否带有毒素存在不确定性。像这种野生年头长的大型螺类，内脏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物质，所以建议不能吃。好了，我们看一下头部，这个发黑囊状的部位就是它的大腰子，也就是它的肾脏。里面呢看到肾管，是排尿和过滤毒素用的，不能吃。肾脏的旁边就是心脏，由心室和心耳构成。心脏被微心腔腺所包围，这些腺体有排泄功能，可以过滤掉血液中的毒素细胞。这些白色的东西就是血液，这对家伙事儿都是大寒之物，不能吃。打开外套膜，看看里面都有啥。这一丝一丝的部位就是它的鳃，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两面各一个，非常的脏，不能吃。外套膜扎约约的，不能吃。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干净了？那就错了，在它的脑瓜里还藏有一个嗉囊，以藻类为食的螺类都有这个器官，里面都是刚吃进去的食物，必须摘除。别忘了把这些肠管也去掉。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脑瓜门子，这有2根触角，不太大，完了断根了，这儿还有1根。注意看，这个圆形的部位就是它的嘴，嘴里面有一条齿舌。吃藻类螺的嘴都要比吃肉类螺的嘴短，因为它们不需要掏肛进食。最后还有一个软了咔叽的大饺子盖子，去掉就行了。这个饺子盖好像做了美甲，亮晶晶的，还带有图案，真长了。其实我们能吃的就是这个头部。要注意的是，处理这种螺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春搓干净，不要煮。无论你怎么煮，都会跟皮拉肉的，一定要用高压锅压10分钟，这样做的口感才会肉叨叨的，小味才能嗷嗷的。你学会了吗？好了，这期咱们就到这里。最后给你们看一下鱼宝宝，每个都很健康，再长几天发布第4季啊，拜拜。